古代文人都喜欢收藏些书法绘画，没事在家办个艺术展。东晋的桓玄有一次就请朋友到家里来欣赏书画，结果有个客人刚吃了韩剧没洗手，摸了字画之后留下了脏手印，让桓玄十分怨念，还定下了看书画必先洗手的规矩。那韩剧到底是什么呢？南宋林洪写的《山楂清供》里说，世人认为韩剧就是馓子，现在的馓子都是咸口的，但古代的馓子很可能是甜口的。贾思勰的《齐民要术》里记载了一种叫细环饼的点心，也许就是馓子的最初形态。环饼一名韩剧，结饼一名蝎子，皆须以蜜调水馊面，若无蜜，煮早取之。牛羊之高易得，用牛羊乳亦好，令饼美脆。结饼纯用乳馊者，入口即碎，脆如凌雪。古人做馓子用牛羊膏脂或是酥油，我就用黄油代替了。冷黄油直接加入面粉中，用手揉搓，有些像做西式酥饼。尽量保持黄油冰冷的状态，把面粉搓成散沙状，用黄油分散开面粉颗粒，带来酥脆的口感。接着倒入牛奶搅拌，加一点盐，还有蜂蜜，揉成面团。醒一会儿再接着揉，反复2-3次，让面团充分舒展，变得柔软。在中心戳个洞，搓成圈圈。再慢慢捏细，最后搓成比小指头还细的长面条，倒入植物油，盘起来放在盆中，让面团浸泡在油中，继续醒面。等待至少2个小时或隔夜之后，面团会变得很有延展性。将一头捏住，轻轻拉扯，让面团一边拉长一边缠绕在手上。2个接头处稍稍捏合，再用2根筷子轻轻拉扯，让面条变得更细长。下油锅，大概160度，再轻轻拉扯2下，2头合拢，轻轻晃动，让面条散开。等一会儿定型后就能抽出筷子了。继续炸到金黄酥脆，捞出沥油。除了这种原味的，唐代的烧尾宴里还出现过一种叫聚圣奴的点心，也是一种韩剧。聚圣是古代芝麻的别称，所以聚圣奴应该就是甜味的芝麻馓子。和前面一样，用黄油搓好面粉，往面粉里拌入芝麻，再加入盐、牛奶还有蜂蜜，跟之前一样揉面和醒面。炸出来的就是又脆又香的芝麻馓子了，或是可以换个造型，馓子下锅之后扭转2下，再炸到定型，看起来有点像麻花。用了黄油和牛奶的馓子确实是入口即碎，脆如凌雪。因为不需要冰箱储存，在冬春时节可以放几个月都不坏，正好适合寒食节来吃，所以叫韩剧。现在我们已经不过寒食节了，但韩剧却没有消失，变成了春节期间常见的零食。现代人形容美食总喜欢用什么入口即化、外酥里嫩这样的大白话。其实论美食评论还得看著名美食家苏轼，他也曾为韩剧留下过好诗一首。先手搓来玉树寻，碧油煎出嫩黄身。夜来春睡无轻重，压扁佳人缠臂巾。